OK，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由我们给大家带来 live coding 直播。今天晚上我们要 live coding 的东西就是一个简单的 HTTP router。所以首先让我们在这个空的项目，也就是刚刚蒙溜出来的项目上，开始做一些简单的 setup。顺便给这次 live coding 呢，我们就是想借 HTTP router 这个例子，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现在 Moonbeat 的 async programming 是怎么弄的。所以既然这是一个蒙溜出来的例子，我们首先把 Moonbeat long async 这个依赖加进来。OK， 已经加进来了。然后呢，至关重要的一步，我们需要在 Moon.js 里面把 prefer target 先改成 native。因为我们现在的 async 这个库啊，只有 native 才能正常工作。OK， 因为我没有保存，非常合理，所以 Mooncheck 现在就可以正常通过了。然后呢，我们先不多废话，给大家看一下 async 这个库是怎么用的。在这个 main 包里面，我们可以把 fnmain 改成 async fnmain， 这里会报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我没有导入 Moonbeat long async。对，但是不是你在编辑器里面可以用？是的，我在编辑器里面可以用一些非常 @async 直接导入。对，但这里我想先让这个 warning 消失。行。然后我们的 @async 就出现了。当然，这里面其实目前这个包里面没有我们现在想要的，我们需要写个 HTTP router， 所以我们显然需要用你们的 HTTP 库。然后@HTTP， 首先这里就会自动导入 HTTP 了，然后@HTTP 点 server 冒号冒号 new 一个 server。new 一个 server 呢，你需要传一个 address， 所以我们需要@socket。导入 socket 包，然后 socket 有一个 pass 函数 ，addr 的那个类型 ，pass 会 pass 一个字符串，然后返回一个 address 这个类型。我们这里可以写 OK 0.0.0，然后就对了，所以我们就创建了我们的 server。addr 这个类型下面有个方法叫 pass。哦。冒号冒号 OK， 这样就创建了这个 server。然后我们 server 的，我们 Moonbeat HTTP server 的主要最关键的接口，也是处理各种请求的函数，就是这个 run forever。run forever 你给它传一个回调，它就可以一直跑。所以我们先调用一下这个函数，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需要一个回调，那我们就把这个回调写了。回调有三个参数啊，首先 request， 然后这个 reader 是 request body， 然后这个 server connection 实际上就是 response，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一下。对，我知道这里有语法错误，把这个都括起来，写个箭头 ，right， 是这样的吧？是的。我们可以先简单把 request pass 打一下。没有自动 format 吗？没有的。format 在哪里？调目 format 了。哦。OK， 它还自动不开心。Hello。format 一下。所以这里我们之前说这个 request 是一些 request 的 metadata， 然后 request body 是显而易见的，这个 connection 就是我们会往里面，就是用来往 response 里面写东西的变量，所以我们这样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最简单的HTTP router 了。我们可以点一下 run， 让它跑起来。但是你需要另开一个 terminal 用 curl 来。是的，
但我们现在没有 client， 所以用我们经典的 curl 来试一下。我们在 ATP 8080 localhost 8080 curl 一下，哎，这已经有了，看到 path 是斜杠。只是因为没有发 request。然后呢，为什么这里 curl 没有退出呢？哎，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把这个 request 给终止，所以我们直接 connection 点应该是什么？点 response 吗？ send 点 response。 send response。对， send response 是一个write 包了一层的小辅助函数，你可以在里面直接写 HTTP 的 return code， 比如说200、20 OK 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这20 OK， 然后重跑一下，这我们先先 Ctrl C 掉，对，先 Ctrl C 关掉，然后我们重新跑一下这个东西。OK，address already in use， 这是大家经常会碰到，所以我们这里有专门的 reuse address 等于 true， 这样就可以了。OK， 跑一下这个。很正常的跑起来了，然后还是一样之前的这个 client curl 一下，curl 正常的返回了，然后我们这里 server 打出正常的一个 hello。你加-v curl。-v 不是 hello curl 这个的话，你看我们这里能打到正常的路径。所以这刚刚几分钟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蒙币的 Sync 101你怎么串联一个 HTTP router。那我们看看现在有哪些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在忘记改 target 的时候给出友好的报错？忘记改 target 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之前我们这里，就我们之前我们这里出现了，你必须要加 prefer target 的。这个呢？但这个没什么好办法吧？是吗？这我觉得后面应该会做吧。后面会做。我看看。其实这主要是因为Async 这个库呀，目前只有 native 能用，所以你用某些只支持某些后端的库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事实上，怎么说呢？我作为工具的开发人员，不知道你真的想要哪个后端，对吧？所以他怎么知道你是弄错了后端？这个目前我觉得可能只能自己。我觉得或许应该在你使用某些只支持某些后端的包的时候，梦给你一个报错，跟你说你使用的那些依赖中有一些包只能在那个特定的后端用，然后提醒你改一下，不然的话可能好像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像梦不是其实有这个功能吗？只是说这个东西它不太在不支持 conditional compilation 情况下，导致这个功能并不是很有用，因为你一旦在 moon.pkg.json 里面指定了这个包只能在某个后端编译的话，那你下游的所有包都只能在那个后端编译了。是的，对，但这是我们将来应该会 address 会解决的一个问题。后面做那个 conditional compilation 以后，这个问题就会好很多啊。还有人问视频号什么时候出可视化 UI 设计工具？这是什么意思呢 ？OK，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懂，所以不太能回答你。I'm sorry。那我们继续，短暂的休息之后，重回我们的 HT server。首先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 request body 和 connection 实在是有点太奇葩了。确实。所以我们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现在 Async 库还在快速迭代，所以会有一些设计上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 HTTP router 决定放弃这个 API， 我们还是用自己的一套 request response 重新定义两个类型来看这个 API 怎么弄。所以我们可以把键盘交给同事，让他来带大家写一会儿。好，非常感谢志远的 setup。然后的话，接下来是我负责给大家把接下来这个怎么实现 HTTP router 给讲一下。然后之前这也提到这个，现在这个 async API 用起来稍微有点卡手。我看一下啊，对，这个稍微有点卡手，因为就是
怎么说呢？为了适应很多应用场景，就是你比如说你可能希望流式的从 request 里面读，流式往 response 里面写，所以你可能不得不牺牲一些 API 上面的易用性来达到所有，就你要 cover 大部分的 use case 来这个事情。但我们今天这个 live demo 这个做的东西非常简单，我们不考虑这个流式读入和流式输出情况，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所有东西都当成一个简单字符串，然后的话。然后我们就定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 request 结构体，然后话里面的内容就是直接从那个就是 ACP 这个 request 里面抄过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method， 我们就直接用 ACP 的 request method，pass 就是一个简单的 string。然后的话，body 的话，理论上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留成那个一个比较通用的一个 reader 类型，但是我们这里的话也把它简化成一个 string， 因为我们可以在外面一层包装以后，包装上面直接把这个 body 给读完。然后的话，我们后面会把多留一个这个东西来做。Router 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大家如果之前用过 ACP Router 的话，大家会知道，就是它可以写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写一个 Router 点 handle， 比如说 v， 然后 user ID 这个东西，然后的话，你在后面这个 handler 里面，你就能把这个 ID 这个东西，你就能通过 rack， 就是它传进来的 request 里面，通过把这个就是这个 vars 里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ID 给读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用处，你可以直接用来读取这个 pass 读取路径参数，对。然后的话，我们 response 也是非常简单，我们现在的话只关心2种 response， 就是一种是 OK， 然后的话里面填个 string， 这就是200 OK。然后的话还有个就是404 not found， 因为我们是 HTTP router， 所以我们必须要处理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的用户给你发了一个你没有注册那个 endpoint 以外的那个给你发了一个 endpoint 以外的那个 request， 你会找不到。就比如说你只注册了这个什么 b user ID， 但是你的 client 呢给你发了一个那个什么。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比如说想知道这个，但是你没有办法 handle， 所以你只能告诉他，对不起，我找不到你对应的这个请求，对。然后的话，最后我们做一个做一个简单包装，就是包装一下这个回调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这里把这个回调非常简单建模成一个接受 request 返回 response 的一个函数。对，然后我们现在给他们全部 derive 上 show 和 toJSON， 到时候方便使用。这个 toJSON 也差不多。对，因为函数没有太好突击的方法，所以就写成这样子了。行，然后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这个 router 的 API 是什么样的设计。确实，我们希望写出来的 router API 长什么样子。这个 router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这个 router 将来肯定是要传给这肯定要是在 run forever 里面调的。所以它肯定要提供一个函数，可能叫 handle 这些东西，最好是可以直接接到这个 run forever 里面，然后就是一个 add route 的函数，用来方便用户直接往里面注册新的 route，所以其实这2个 API 就够了，然后再加一个 new， 对吧？创建它，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API 给写上，先写上再说。我先写上再说。先写上再说。struct route 先留空。然后 router 跟那个 new， 还有个什么？添加
还有个 add handle 或者什么的 add route 都无所谓。它肯定会接受一个，对吧？非常合理。这是 pass 就是用户希望注册的一个路由的路径，然后 handle 就是他想怎么处理这个路由。另外一个就是 handle， 然后这个话就把，我想一下，这里的话接受的是这个，对吗？然后这个东西我就可以直接塞进去，对吗？对的，这测试先把这个养了。想一下啊，你直接把 run forever 里面的东西给 route lib， 一样的。啊 lib 是吗？啊对 lib route 点 handle 对吗？对吗？它不需要有返回值，它是 unit 返回就可以了。哦，把这茬给忘了，是的。哦 ，OK， 非常好。OK，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API，new add handle 和 handle。是。OK， 那我们可以先回答一下问题。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才能不去想用哪个 API 发送200？何意味？什么意思？但我感觉就是如果后面我们自己有自研一个外部框架，我们后面包了一层以后，感觉这个易用性就会好很多。现在的话，因为这个 ACP router 还是比较比较底层一个状态，所以说你需要调那个send response 来发一个200。就是手动摁的，还有那种东西是吧？是的。OK， 那我们接着写。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思路哦。就 add handle， 就是 routine 里面，你想写高效的 route， 你肯定得把用户注册的，就你关键是储存用户注册的路由和把来的 request 和已经储存路由进行匹配。对。所以关键这个呢已经有成熟解决方案了，那当然就是用一个类似树的结构去存所有的路由，然后到时候匹配呢，就是在这个树上做一层一层的搜索，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匹配。当然，给大家说个例子，这样干说可能，干说确实不会很明白，直接给大家。可以加个测试吗？可以加测试吗？可以加个测试，确实，我们可以采取一种 TDD 的开发模式。非常的教科书上推崇的 test 点 MBT， 开一个黑盒测试，写个 test。我们一个 router， 为什么这个类型会出现呢？先改一下，都是 private 的。合理都是 private 的类型 ，handle 的为什么会？对 ，handle 的是 pub 的，因为它会在这里出现。对，但这意味着你那2个就不能是 private 的了。还真是，你说的对，但无所谓，它们抽象类型。所以一个很经典的 router 点 add handle 的 path， 比如说这个。我们先不加那个 handle 了，然后另一条 path， 比如说它加另一个 path，repost 很好 ，post ID 和 users ID， 这个时候我们希望 router 里面存一个类似于树的结构，把这些搞个 table 画一下，路由都存下来。搞 table 吗？就首先这个树肯定有一个节点 v1， 然后它有2个孩子，一个是 users， 还有一个是 posts， 还有一个是 posts。
然后 users 又有一个 child， 有个孩子，它可能是一个特殊的节点，表示它能匹配任何字符，然后把它存储起来。然后 ID 也是一样的，有一个特殊孩子 post ID， 就是用户写这种 API 的时候，我们会在 router 里面事实上存一个数。这样的话，当我们来了一个 request， 比如说是 v1 users 123的时候，我们首先自然的把它按照斜杠 split， 然后拿 v1 去和这个数的第一个节点匹配上了 v1， 然后拿 users 和 v 的儿子和孩子匹配，就叫 users， 然后123就能直接付给 ID 了。所以这个思路非常简单，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数，然后你在 add handle 里面建数，在 handle 里面在树上做搜索就可以了。这就是简单的思路，可以让浩翔来把它写一下。行，然后我来实现一下。OK， 然后我们用一个 struct node 来表示这个数的节点，这个也非常好理解。然后的话，我们需要记录它有哪些子节点，我们用一个 map string of node， 这个东西就代表，你从当前这个 node， 你的那个子节点有哪些？比如说这个 v1 它就有2个子节点，那它就会变成那个什么 users 里面有个子节点 ，posts 里面有个子节点，对。然后的话，为了能表示这种东西呢，我们还需要新加一个 wildcard 节点，应该叫 wildcard 吗？叫 wildcard 吧。然后的话，这个就表示，如果说，就比如说你的特殊的一个子节点，对，就比如说你这个 node 代表是这个 node， 那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子节点来代表说，我现在这个有一个子节点，它这个子节点意义是当前这个 pass segment 我要把它 capture 起来，然后到时候送给 handler 处理。对，然后我们还要在 node 里面放一个 endpoint， 然后这个 endpoint 呢，就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 handler， 但是因为我们要多存一些奇怪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存下来，把 ID 这个名字给存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再把这个东西，我们在匹配过程中，如果我们发现，在经过这些 wildcard 节点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匹配上的这个一个个路径的 segment 给收集起来。但是我们收集起来，我们只会得到一系列的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就是它们，也不是名字吧，我们会得到一系列字符串，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字符串对应的名字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在这个 endpoint 里面收集一下这个名字。我们这个 string view， 到时候改吧。对，然后我们就把在每一个 node 里面都放上一个可选的 endpoint。对，然后我们这个数据结构就定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写这个东西要怎么建数。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建数实际上是往里面插入 endpoint 的过程，所以我们就直接叫 add endpoint 了。然后的话，我们因为反正都是，然后我们这里就假设我们在外面会把这个 pass 做一个 split 的处理，我们就把这个 array of string view 给传进来 ，array of string view 传进来，然后 endpoint， 对。然后的话，我们建数呢，就是我们要判断一下，如果说我们已经跑完了这整个 segment， 那么就说明我们已经处在了这个树上面的叶子节点，就这里。处在用户输入的叶子节点。对，处在用户就要注册这个东西的叶子节点，就最后一个，就这是吗？好像。对，这个 endpoint 肯定就是 router 的 add handle 了，基本上就是直接调一下 endpoint。对。所以当它为空的时候，其实说明我们用户想增加的路由已经handle到最后了。所以我们直接把 endpoint 给放上去。然后的话，如果我们正在树干上面跑的话，我们就首先看一下就我们首先要解析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那种特殊节点，我们要把它给
记录下来。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往，对，直接特殊节点，如果是特殊节点就直接加进去就好了。我们要首先把这个名字给记下来。是的。看一下，然后的话 self 点 wildcard 对。先看它有没有，先看有没有 self wildcard。对，因为我们这里把所有 wildcard 做一个合并，所以说如果说是有 wildcard 的话，我们直接递归添加这个剩下的路径就好了。对，剩下的路径。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新建一个，建起来太麻烦，加个这个 ，OK。然后我们让新建一个节点，然后往节点里面加完这个路径以后，我们让这个节点注册到这个树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处理正常的 segment， 就是它不是以冒号开头的。哎呀，如果说这个已经被注册过了，点 get segment is some node 啊 child 也可以。segments point 对，反正跟上面这个注册通用啊，注册这个特殊节点的逻辑差不太多。OK， 对，已经开始。哎，都是 review。改一下。OK， 这件数应该大差不差就是这个逻辑了。对，所以大家可以很简单的想到，我们 router 那个类型里面就是有一个我看一下根节点。这个差不多就是调一下这个东西。对，那直接把它写了吧。router、那也可以。对，然后看一眼首先 router 这个类型要加一个啥？加一个 root node。哦，是的，你说的很对。然后的话，它就是对。然后我们首先要把这个 path split 一下。然后呢，因为这个 path 经常是以那个 slide， 就是它是个绝对路径嘛，所以我们要把第一个给 drop 掉，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数组。然后我们创建一个 endpoint， 然后我们把 endpoint 给加到这个根节点上面，然后这个件数就做好，是吗？应该是对的吧？对呀，可以直接写测试。哦，确实。你直接在这个测试上面测，反正看一下啊，能测吗？那就写个私有测试吧。那写个私有测试吧。先把这个注释了。想一想啊，有个 root 节点，然后 root 点 add endpoint， 然后的话是users ID， 然后的话我看一下，是不是可以看一下这个 root 长什么样？给它 derive 一个 to JSON， 它也 derive 一个 to JSON。这啥？new 写错了。点跟点括号匹配。OK， 可以 update 上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应该建的非常成功。我们看它，我们把它整的再像一棵树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差不多长就是一棵树的情况。然后它有一个根节点，根节点下面有个 v1 child， 然后 v1 的话它有两个节点，一个是 users， 一个是 posts。然后的话，他们都各自有一个比较特殊 wildcard 节点，然后里面就是 handler。对，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写。OK， 就有个问题，有个什么问题？是不是可以用 get or init？ 在哪里啊？肯定是在你这里。sum 和 long 的逻辑重复了吗？
get all init 应该是往这里 get all init 高级，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确实太高级了，要改成 all init get 这个东西。哦，你可以那样的话，你就可以省一个 add endpoint， 你就会我想一想哈，把这个东西给塞过去吗？然后把 child 返回一下。that 可以，高级，太高级了。有深厚的函数式底蕴。我都没用过这东西。测试过了是吗？测试过了，那说明我再测一下，测一下这个什么，测这个，看一眼啊，看起来挺对的。OK， 给你点个赞，非常好，非常好。然后的话就开始写那个什么handle， 就是我们树已经建好了，接下来就是在树上做匹配了。对的。所以，然后这个匹配算法呢，它是个 BFS， 我看一下你之前画的图还在不在？就是的话，就是你需要考虑到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情况存在，比如说这里你可能有一些奇怪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你这里还是一个 name， 然后你下面还有一个什么，比如说 archive，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对于同一个 incoming request， 它的 path 有可能会同时符合这两条，它的前缀有可能同时符合这两条，只有你在看到最后面的时候，你发现哎，这里有个 archive 啊，比如说对于这个图，你的 incoming request 它是 v1那个什么 users 123，然后你在看到这一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既可以是第一个，它也可以是最后一个，所以你不知道，你只能同时说我需要同时 keep track 第一个这个和第三个这个。当你看到最后那个东西是123，你才会反应过来这个东西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们只能取第一个。然后为了实现这个效果，我们需要使用一个 BFS 的算法，其实也是非常简单。大家如果上那个什么打过行星竞赛，应该就上过小学2年级，大家小学2年级就学过深度优先搜索算法。对的，对。然后我们现在就简单来实现一下这个深度优先搜索算法，然后我们就叫这个东西叫什么 route， 然后我们从根节点开始找，从自己开始找吗？找剩下的segments。对，匹配剩下的segments应该是。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你存的东西比较复杂，比如说，因为我们匹配的时候，我们需要存一下我们当前到底 capture 了哪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从 v1 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额外保存一个 values 数组，来说我当前找到应该是 map 还是数组？数组吧。哦，数组。啊，理论上它是个，理论上是个。你要存个 vars， 就是你所有 capture 住的 variable。对 name， 比如说123，在这个 users 它不是一个那个呀，它不是一个。这个情况下是 ID 123。啊，对的啊，但这两个不应该是同一张表，就是。所以为了存这种状态，我们需要整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匹配过程中要存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因为搞 tuple 的话读起来不是很美观，叫 context 吧。context。行，叫 context。然后的话里面放着当前这个节点是哪个节点，然后的话它存的这些就是拿到哪些，就它后面这个 values 有哪些array of 什么 string view 对，然后
大家知道这个 BFS 比较经典的是那个什么，你需要整一个 Q 嘛，然后我们这里就比较简单，用2个 array 来替代。就比如说我们执行一步 BFS 搜索的时候，我们先把下一步要搜索的东西给准备好。然后的话，我看一下，要多传一个当前要搜索的东西进来。for c in cur， 然后的话，如果我们等一下是吗？不是啊，啊，不是吗？让我看一看小抄。想一想，这个 step 是干嘛的？这个 step 就是你从当前当前 BFS 当前状态，你就是你相当于说你在图上跑嘛，你有很多个 BFS 的 frontier， 你 frontier 往前都跑一遍，然后把跑一遍跑到的东西做成下一个 state。current 是什么？ current 是当前的状态。当前的状态，那你就看 current 的敲准有没有是吗？确实 ，cd 的 node 点。为什么 segment 是 array 呢？如果是一步的话，真是你只要搜一步就好了，它不需要是一个数组，所以它应该是 segment， 合理了。确实，如果它找得到下一个节点，哎，这个就不是 S 了。那么它就把，哎，怎么 clone 了呢？哦，然后如果就他在他那些就是有名，哎，也不是有名字，就是他在他这些正常节点上面找，如果他找到，他就把对应的节点给加进去，然后他也会去找我们之前加特殊的一个子节点，特殊子节点 wild card。也不是 else if。为什么不是 else if？ 啊，是 else if 吗？等一下啊，这个应该也不用 clone， 也不用 clone， 但是把 next 返回，这个应该也不是 mut。对，然后 BFS 就写好了。我觉得是 else if， 因为你有名字哦，也不一定。确实。是吗？语义不一样。确实语义不一样。如果是 else if 的话，说明我们精确匹配的权重更高。对，是的。如果不是 else if 的话，就平等。平等是为了 handle 后面这种情况，是为了 handle v users archive 匹配到后面这个第3条 archive 情况。确实。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 step 塞进一个循环里面，这应该就做完了。segments 是一个 array view of string view， 然后的话返回的是一个我们这里要就是有一个 route result， 因为你需要返回2个东西，一个是 endpoint。一个是你在路上的收获，就是收获到这个 vars 数组，就是哪些名字对应这个名字对应 values 这个数组，对的 route result。然后我们 loop 一下这个 segment， 如果我们找到 segment 以后，对，我们这个 context 里面先把根节点放上去。对，然后如果说我们已经找完了，然后我们看一下 context 里面，如果这个东西的 endpoint 它非空，那么说明我们找到了，然后我们把 args 给拼出来。然后因为这个 names 是你在建图的时候就把它放进去的，所以你可以，然后的话，因为你建图的时候跟你匹配的时候顺序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把名字跟值一一对应起来，你把这个一一对应以后，把它放进一个 map 里面就好了。然后的话 else break， 这个东西有可能找不到，你把它返回一个 option。
String View String， 所以你把类型改一下就行了。这里的类型怎么改？顶级制作我说一声。好，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 string 改成 string view， 然后把这个 toString 删掉。那行，哎，就应该早就应该所有东西都用 string view。然后如果说你没跑完的话，你就跑一个这个 step， 然后根本没有必要把它变成一个那个什么。然后你 continue rest。哦，这里我们可以做个优化。就如果说 class 里面是空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退出，提前结束了。对，提前结束，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空的这个东西只要空转到整个 segment 的给匹配整个 segment 耗尽。对，然后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东西写的对不对。OK， 写字之前有个人提了个问题 ，VS Code 主题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我看一下啊，你可以 Light Modern。对 VS Code 默认的一个主题 Light Modern。是吗？是的。是吗 ？OK。行，然后我们现在来写测试，想一想，我们先把这个图给建起来。先 root。哇，为什么不在之前测试上接着改？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之前测试 OK。已经 spec 完了，你让它匹配一个。route 1、2、3，看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 JSON inspect。你没有 derive。OK，derive to JSON。把它也改 private。好吗？跑一下，看一眼。诶，他找到了，好神奇啊！对吗？对的，对吗？对啊，找到了 endpoint， 然后 vars 是 ID 123。这个是不是没有必要存 endpoint 呀？这个是 endpoint 不是你最后要传给 handle 了吗？你这里都已经传了。你这里 endpoint 你说是？哦，你直接把这个东西传回去好像也可以。对呀，我觉得对。等一下。没事，你接着写吧。OK。然后那你可以试一下那个什么 archive 的那个例子。OK， 我试一下 archive 这个。你先把那个加上吧。你没有，你那个 root 没加上。我没有把 archive 那个东西加上。这叫什么 name archive， 对吗？对 name archive。对。哎呀，我要不把这个东西给拷过来。这已经对了呀。行。然后呢 ？users archive。users archive。OK，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能不能跑。跑来长什么样？OK， 没有死循环。是同一个东西吗？你看一下你加的，不应该是同一个东西，不应该是 ID。不应该是 ID 吗？我觉得你有一个撤销这个语义的机会。是吗？我在这里面加个 else。那的话语义就不一样，你再匹配看看。这对吗？对呀。是对的。我觉得这个语义其实是更好的。是的。但是你刚刚想的那个语义不太正常。对，不太正常。是的，不太正常。可以重新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语义是什么？这个语义的话就是说，如果拿例子看例子，拿例子，看那个例子。刚刚那个测试吗？还是说？对，就是这个测试。这个测试在 V1 后面那一层，其实任何的名字都会被匹配上，但因为这里有一个通配的 name， 但 users 和 posts 这两个会被更精确的匹配到，所以我们这个 router 会采取更精确的这条路。对，之前的话感觉有点问题，因为更精确感觉是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直觉的。是的。行那很好。可以。正好有人有问题，为什么不用 AI 写 DFS？BFS。虽然我们写的是 BFS， 那就问你为什么不用 AI 写 DFS？ 只要这么简单，肯定没有必要用 AI 写。而且也不是吧，这个不是，如果
其实也可以，但这样的话不就少了一点互动乐趣，就变成所有人都看着 AI 写代码，然后 AI 把所有东西都写完了，everything works， 咱这样确实很好。那也确实，但其实我有个问题，为什么 BFS 要这么写呢？那应该怎么写？就写一个 Q， 然后 Q pop 一下，然后Q 从前面拿出来的东西，然后搜索完之后往 Q 的后面塞，而不是写一个 step 函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不用 Q 这么写吗？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这更好调一点，就相当于说是你脑子里会有一个时钟的概念，你这一刻做什么，然后你下一个再做什么。但如果你用一个 Q 的话，你就没有这种没有。OK， 那可能人跟人不一样。我确实觉得 Q 理解起来好理解一点。要不改一下？不用改吧？还有人有问题，为什么不是 BFS 啊？为什么不是 DFS 而是 BFS？ 为什么不是 DFS 而是 BFS？DFS 也可以 ，DFS 也可以。DFS 的话，就是你相当于说你去给这个数做一个前序便利或者中序便利、后序便利，或者你自己想要什么便利，你找到第一个你 handle 飞空，并且说是你能把这个 capture 都填上，这样一个你就可以，它那个实际上应该是一样，因为你这个数它也不是无穷生，所以你肯定都会返回。结果那我觉得 DFS 效率高一点。为什么？因为你找到 users 之后，如果你是精确匹配到 users， 那你肯定会在这条路下面，其他都不用搜的。这样子吗？那比如说你万一先走的是这条呢？哦，确实。那你有可能先把这个东西搜了，再搜这个东西啊。虽然这个东西可能搜到这里就返回了，那你可能最后才搜这个东西。哦，确实。我感觉 DFS 就是因为它敲准的顺序是不一定的，然后你要精确匹配最快。也不是最快，我感觉Flag可能是。没事，他懂了。这样子吗？他懂了。最差复杂度应该都是 O 那个什么 O 节点。反正你要把所有东西都便利完，你才知道。对，所以感觉只是一个 taste 上面的差别。是吗？是的吧？我是这么觉得的。OK， 那很和平。OK， 那我们最后就把收尾工作整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还没实现是什么？还没实现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 handle 的，肯定要能访问到那个 var 字，它是怎么访问到的呢？那 request 不是把 var 给填进去了吗？哦，对，是的。对，我们最后就是在 router 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把所有东西包装一下。先把 segments 拿到是吧 ？segments 啊，对，先把 path 拿出来。然后我们把 segments 给取出来，然后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trick， 你记得把头一个这个根节点这个东西给去掉，要不然会多一个空的那个 path segment。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 handler 要用的这个 request 和 request 准备好。body 先读好，你的2.text， 然后 method 从 request 里面拿出来 ，pass 就是 pass，was 先空啊，那到时候再找到再说吧。对，然后我们拿到这个 segments 以后，我们就去根节点上面开始找，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结果。如果说God 一下，这个东西他找到了，route result 啊，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找到，我们就直接写啊，那是不是也不用404？确实啊，对，直接写了啊 ，send response， 我们直接 return。那就不需要，那甚至不需要 response 这个类型了。哎，确实，那直接让那个东西返回一个 string 得了。那到时候再说。然后这个 route 这个 route results 里面肯定有 was， 我们可以把 handler 和那个什么 was 给拿出来，然后我们把 was 给填进要送给 handler 这个里面，
我这改成 string。OK， 然后我们让这个 handler 处理一下这个 response， 然后的话，现在其实感觉它一定是 OK， 因为 API 的设计上是这样的。当然，它也可以注册一个自己特殊的404，但我感觉这个实在好像没有必要。哎，是的。那你直接改了？我直接改成返回一个 string。啊，还是搞个 new type 吧，要么 new type 吧，new type 改动小一点。就把这个删了就行了。你把这个。哎，也没必要，就 match 留着吧。OK， 这个应该就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测试能不能跑。这里面是什么 handle 了 ？handle 了，就把 ID 打出来吧。at ID 等于 request。我们不如直接把 request 点 was 给打出来。was 不是？哦，忘记 pub 了。OK， 小问题。然后把这个东西也 pub 一下，才能读到里面的东西。是的。然后这个东西也是 pub， 外面要构造这个 response， 虽然它现在只能以一种方式构造它。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哎，我们测的话是要起 HTTP server 呀。对呀。你先把 router 创建好。哦，对，一样的。那不是创建好？对，一样的。然后把 server 创建好，然后把 router 直接传给 server 就可以了。这个 body OK， 那个叫不用，你直接传 router 点 handle 不就好了吗？我怎么记得是不行的呀？为什么不行？我试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多 stack 哦。6一个，然后是 run forever。哦，对是，这个会有问题吗？哦，这个没有导入 async 包，所以还用不了 async 测试。应该可以直接传 router 点 handle。为什么不行呢？它一定要是那个，你要哦，类型不一样。也不是类型不一样，就是你方法是不能直接传给一个接受函数的地方的，你必须要把它包一层。哇，怎么解释呀？啊？OK， 我想一想啊，因为这个东西它会一直跑下去，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杀掉，所以我们在 async 里面起一个任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后面 cancel 它。看一下，它应该不会一直跑着，它会立马被 cancel 掉，这很好。因为这个 cancellation 导致错误是接受的，可以接受，所以我们让它能够被 cancel。哎，这个应该测试就过了。然后我们现在测试一下，然后我们向它发一个请求 ，localhost 12345。我是不是忘记开 reuse addr？然后我们想 v1 users 123，那我们就可以 inspect 这个东西，它返回是一个200。这对吗？哦，它不是个 JSON。对，看一眼。哎，对，是200。他没有把那个打出来吗？这东西是空的吗？我们调试一下。哎，等一下啊，是对吗？这 vars 里面是有 ID。
Response to string。对，response to string。B 是什么 ？B 是 response 吗？对啊，B 是 response。看起来一切正常，好奇怪。就是没有 A， 我感觉是最后一步那个包装时候包错。response handle con body， 你直接把 body 返回了。OK body 哦，对，是 body。我直接把 body 当 reason 返回了，很糟糕啊。OK， 然后写 body，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非常好，皆大欢喜。哦，这还是个 JSON。哦，那很好，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这个 vars 里面可以把这个东西 capture 到的 ID 给拿出来。对，是不是就好了？对，已经好了。哦，是不是还可以测一下别的？测一下之前那个东西，那个奇怪的 use case，users archive。那你现在肯定是捕获到 archive 了呀？对。这样子吗？对呀。确实。是的。是的。但虽然这个 active router 看起来功能这么少，但其实可以用来写一些很有趣的例子。对，你可以直接让 AI 写，我觉得。可以吗？对，让 AI 首先可以写一个井字旗，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你能够在 ACP router testmt 里面，就在 main 里面写吧，写一个那个。哦，那你能够在 cmd main 写一个简单的基于把 ACP router 给加上 ACP router 的 MBT 井字旗游戏要提醒他一下，所有变URL encoded。OK， 看一下。这是要花一会儿时间，感觉是不是也没那么快写好？是吗？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思路，这个井字旗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井字旗的思路，这个井字旗就是你所有的游戏状态都是以某种方式编码到 URL 里面的。就虽然说这个我的想法跟待会儿 AI 实现可能不一样，但比如说你可以把整个棋盘，因为棋盘就9个格子嘛，就格子的话，你比如说2个玩家分别是用圈圈和叉叉在上面下棋，你就可以把圈圈、叉叉和没有下，比如说这里是下划线作为没有下，把它变成一个字符串，塞到这个 URL 里面，作为其中一个 path segment。然后的话 ，router 这边就会 handle 这个 path segment， 然后做一些相应的计算，然后生成一个 HTML 里面相当于说是你每个棋盘的格子上面都是一个链接。就是里面是 aref 等于多少多少，然后你点击那个链接，你就会跳转到一个这个更新过以后的那个 URL。对，等于状态是存在 URL 里面，然后状态转移函数是通过链接来实现的。状态转移是通过链接来实现的。AI 应该是能修好的，能懂的。可以，这也相当于是测试我们的有没有问题？对。要 demo 一下你的那个吗？什么？其实除了井字旗之外，这个你还可以写国际象棋，对，可以把整个棋盘的状态都 encode 到字符串，就是 URL 里面，然后棋盘上每一个格子点一下都是跳转到对应的链接，都是可以。
这个我们已经试过，如果这个 UI 写不出来的话，可以给大家看。哦，这个 AI 运气不好。这个 AI 写不出来的话，可以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开播之前调教 AI 写出来的2个游戏，它应该是能修好的吧？哦 Pass Three 吗？我感觉是你这个 prompt 你没有用那个 agents.md。啊，确实，那个确实 prompt 不太一样。好了吗？哎，只剩下 arrow 了，那很好了。只剩下 warning 了。只剩下 warning 了，说错了。那看一下这东西能跑吗？Address already in use， 那很糟糕了。我们把 reuse addr， 哎，我 reuse addr 8080是什么？已经被占了。因为我电脑上8080东西挺多的。哦，他没改那个吗？没改什么？这里他还是怎么是 hard coded 8080 ？OK， 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啊，这对吗？你没有打开8081。哦，我没有打开8080。8081。哦，8080。OK， 看一下能不能玩。对，这 URL 就对啊。哦，最后一个是代表当前玩家。你有 Chrome 吗？开 Chrome 吗 ？Chrome 会把那个链接一直显示出来。OK。Ghost 的8081。啊，这个人没有用，这个 AI 没有用那个，让我们帮他修一下。那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加插塞的。哦，那好糟糕，我让他修一下吧。Can you please add a child set example to the HTML your 哎，那要不还是用 Safari 吧？Safari 看起来正常。对，这里每一个空格都是链接。对，就是点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对应的这个链接变了。比如说我现在点这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就从原来下划线变成 X 了。赢了。哦，还要做这是什么终局检测？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毁棋也很简单，可以直接利用浏览器的返回机来做毁棋。OK， 那这个例子能跑通，也说明我们的这个 router 写的没什么问题。对，同样的思路，你也可以编码更复杂的游戏，比如说数独或者国际象棋之类的都可以。对，如果 URL 没有什么字数限制的话，你可以把整个东西，你可以把任意一个东西，比如任意数据 dump 成 base64 放到 URL 里面，可以吗？好像是可以的吧？确实是可以的。对的。OK，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这个结果还行，it works。看看有没有 bug。有 bug。哦，我还能继续下去。胜利之后还有，但这跟 router 没有关系，是 AI 游戏逻辑写的有问题。不演示一下你的国际象棋吗？是吗？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stop share 了。可以。你 share。你是不是要开摄像头？你可以把这个，好，是我开。是你开吗？你可能需要重新 share 一下。那你把你的关了。哦，对。然后呢？然后你再 share 点这个。哦，对，直接那个。哦，这有了。OK， 就有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开播之前基于同样的思路，让 AI 写了一个国际象棋游戏，它所有的状态编码成一个字符串。好复杂的字符串。然后直接 run 一下。8080。
Chrome 打开，可以 play chess， 然后这就是国际象棋的状态在上面，然后每一个格子，每个格子都是一个 link， 都是一个 URL link， 它代表着，比如说这个，我点一下之后，哎，怎么有 bug？ 哎，这你现在是白方，你下不了黑棋。我点一下白棋之后 URL 就变了，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就说我们知道这个白棋可以走这里，然后这个 URL 就是这个棋子走到这里的下一个状态，然后其他的，这应该其他都是非法状态。我看点一下的话，它告诉你点一下，可以点一下再过来，状态就转移了，然后这里链接也可以变，我走一下黑方，我每次选棋子的时候，上面状态会变化一下，然后过来状态转移，非常的棒，一样的，说明这 ACP Router 大有可为，可以在上面写各种各样的游戏。OK， 这就没有。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哎，你要停播吗？好了吗？停止，这也没开始。这也未开始吗？开始了。